二公子，你伤口未愈，如何能出去除祟？门生无措地看着蓝湛。蓝湛微蹙眉头，看着慌乱的门生，冷声道：“云深不知处，禁止大声喧哗。”蓝湛靠着单侧，手臂发力，将望击琴置于右方，一言不发地朝着山门外走去，只给门生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。蓝湛约莫走了10里路左右，那只麻雀从他的衣兜里朝着西北方有气无力地吱了一声。蓝湛垂眸看着身影越来越淡的麻雀，心头掠过一丝慌乱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赶上魏婴。麻雀形状只是作为一个承载怨气的容器，而昨晚的灵力纠缠让这个容器出现了破裂，根本不懂怨气的蓝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麻雀身影越来越淡。蓝湛仿佛看到魏婴在朝着他挥手告别，走向一条不知归期的路。蓝湛一跃上了碧尘剑，掐着剑诀朝着西北方驶去。抹额和衣衫被风吹着簌簌作响。仙人，救命！救命！蓝湛微微蹙眉，低头只见一名男子疯狂奔跑于林间，而身后紧跟着一山精。蓝湛调动灵力调转碧尘的方向，随着碧尘距离地面10丈高左右，蓝湛一跃而下，右手改持碧尘，借着往下坠的力径直朝着山精攻去。山精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甚至还没发出些什么声音，就这样简单而干脆地消散在了碧尘剑下。那男子躲在树木后面，看着追赶自己的妖怪在仙师一招下就没了影，后怕地拍了拍自己的心脏。抹额，蓝白色衣衫，应该是姑苏蓝氏。那位男子朝着蓝湛鞠了一躬，声音还带着颤：“多谢仙师救命之恩，仙师在下陈生。”随后男子从兜里掏出了几文钱，惶恐不安地给蓝湛递了过去。蓝湛看着男子，微微摇头表示拒绝，除祟是修仙之人分内事。陈生以为自己给的钱太少了，可是随后看到仙师坚定的眼神，不是看不起，不是嫌弃，是真的不收钱。请问仙师是哪家的？姑苏蓝氏蓝忘机。说完，蓝湛朝着男子颔首示意自己先行离去，然而他的下一步动作被男子生生拦住了。无他，陈生跪在了他的面前，狠狠地磕了几个响头。蓝湛瞳孔微微收缩，一时慌了神，连忙将人扶起。陈生不知是害怕蓝湛的冷脸还是其他，连忙推开蓝忘机的搀扶。蓝仙师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呜呜。蓝湛从怀里掏出未用过的白色袖帕递了过去。只见陈生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也不愿接过他的袖帕。蓝湛只能安静地等待他心情平复，好在那人很快平静了下来。陈生用袖子擦了擦脸，哽咽着说道：“都说夷陵老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祸害了。可是我们小村庄却都成了活死人，那些人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往人身体里面灌。”陈生似乎想到什么恐怖情景，整个人止不住的颤抖。有人用诡道伤害村民，蓝湛从陈生的只言片语里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判断：你来自何地？陈生踟蹰了片刻，咬了咬牙：蓝仙师，我来自兰陵。我有去找个当地的金家人，他们都不管，说死不了人。我知道4大世家有规定谁也不管谁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法了，仙师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再救救我家人？呜呜。蓝湛琉璃色的眼眸朝着兰陵方向深深地看了一眼，随后说道：走吧。陈生愣了一下，泪珠还挂在脸颊上，闻言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蓝湛看着陈生起身离去的方向，略不解，那不是去兰陵的方向？陈生整个人就震在了那里，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所以是自己想的那样吗？陈生转过身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蓝仙师是愿意去我们那吗？一麻布粗衣的女子抱着一个小孩，慌不择路地跑着，直愣愣撞上了一名臂挽拂尘、背负长剑的白衣道人。此人正是刚下山的小星辰。小星辰温柔地摸了摸一脸茫然的小孩，柔声问道：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女子大概扫视了一下来人，只见那少年一身道服，应该也是修仙之人，但又想到那些人都挡不住那个吃人的怪物，便急慌慌地拉着小星辰要一起跑。小星辰反手扣住大姐的手腕，示意对方不要着急。大姐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贫道也许能帮忙。那女子见自己好心反倒被拖累在了这里，狠狠地甩了2下手腕，见甩不开，大声喊道：小伙子，我见你年纪小，不忍你送了命，你要送死，别拉着我，就在前面的山谷。
已经死了好些人了。小星辰松开手的刹那，那女子飞快地跑出了他的视野。小星辰甩了甩臂上的浮尘，加快前往那大姐口中的山谷。随着两旁的树木渐渐减少，小星辰终是到了那里所谓的谷地。说是山谷，可却无一林木，视野广阔，十分适合在这里围剿妖物。只见一浑身怨气的人在四处攻击修士，地上已经躺了不少人，站立的修士或多或少都负了伤。小星辰根据衣物大概判断了一下，这里约莫有6家门生：云纹抹额姑苏兰氏、金星雪浪花兰陵金氏，其他人应该是当地的世家门生。